王大少，王大少，王大少，你怎么哭了？谁欺负你了？在燕京，除了你，谁能欺负我？谁敢欺负我？那你这是？没事，我哭一会就好了。说吧，这次你的红酒瓶又砸哪个大少的脑门上了？差点忘记和你说正事，王少，叶哥这波牛大发了。能不能好好说话？你现在拿出手机，随便打开一个新闻平台。无意中的王静安拿出手机，可当他看到网上的话题里面叶松跟英伦之主鲍里斯的友好进餐画面，以及微笑握手告别画面后，顿时狂瞪双眼的呆滞住。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结合乐兹当前在欧洲、在英伦的处境，他从叶松跟鲍里斯的友好会面进餐仪式中捕捉到的，赫然是叶松已经拿捏住了鲍里斯。是的，拿捏，就跟叶松拿捏他们王家一般。只是这他妈怎么有可能？王大少，你说叶哥这波是不是有望能将乐兹的风波给平息下来了？仅凭英伦远远不够，甚至还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情况出现。啥玩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觉得这种情况能在我叶哥的身上出现？在张强的这一话下，王静安再为一愣，这种情况叶松难不成会意识不到？不可能。但是仅凭鲍里斯，甚至是进一步来说，仅凭英伦是绝对无法解决乐兹的风波的。而且如果最终无法平息风波，也必将会迎来风波进一步剧烈升级的反噬。不是，那要依你这么说的话，能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让乐兹的风波过去，才能让乐兹的海外征途得以顺畅平静下来？要么乐兹接受海外的示威诉求，要么他能继英伦之后找来老美官方对他的公然支持以及呼吁号召。除此之外，我想不到第三种选择。得了，那基本可以肯定叶哥他有把握能让老美官方出面为他站台了。不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外界眼中的匪夷所思，在叶哥身上那就是家常便饭。如果说乐兹想平息这场席卷多国的抵制狂潮，需要满足王大少你所说的条件，那我绝对相信他能够让老美官方为他出面站台。你对他就这么盲目？对，因为我亲眼见证过他太多化腐朽为神奇的手笔了。他能不能办成一件事，并不取决于那件事有多么的不切实际，而是取决于他去不去干。如果他出手了，那就代表着成功概率是100%。王大少，你没听错，我说的就是100%，这些都是有数据支撑的。打我认识他的第一天到现在，失败二字还从未在他身上出现过。王静安直接噤声哑然，哪怕他再不愿意去承认张强说的这些，但正如张强所说，在他追溯叶松这一路走来的发家史时，失败二字的确是从未在叶松身上出现过。王大少，掏心窝子地跟你说一句，我虽然不知道你跟叶哥事实上究竟是什么关系，甚至是敌是友我都分不清，但是就冲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就冲你这段时间对我的扶持，我都得给你个温馨提醒。如果你跟他是真有意的话，那固然万事大吉，但你要是跟他不对付的话，真的听我一句，化敌为友才是你最好的选择。真要死磕斗下去的话，倒下的那个一定会是你。怎么着，才踏入4、9成的圈子这么一段时间，就敢来对我进行说教了？王大少，别误会，这可不是什么说教，我不是首先声明了是温馨提醒吗？你是认定我不会是叶松的对手，对吗？对。你觉得你的叶哥能够凭什么让我不是他的对手？我不知道。你跟我扯这么多，到头来就一句不知道。不过王静安也不打算再跟他多扯下去了，脑海中只有刚才在手机里看到的画面。换作是他，即便动用王家赋予他的那些能量都好，他又能做到叶松这般，在如此特殊的时期，让鲍里斯这位英伦之主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吗？毫无疑问，做不到，概率为0。就凭这一点，高下四事已判，自己跟对方之间的差距似乎已经越来越远了呀。这位顶着4、9成新生代第一人的王家未来，心中泛起了无尽酸涩以及苦楚。而另一边，叶松在哈利·凯恩的牵线下，见到了老美之主的儿子亨特。华国的暴发户，让我猜猜，你是想通过我，然后让我父亲跟英伦的鲍里斯一样，做出同样的事来，对吗？对，没错，我是为了乐兹的事来的。呵呵，你是打算以什么方式去达到这个目的？是想着给我父亲行贿，还是想着付出股权代价？又或者是打算把乐兹的所有详细研制配方跟研制方式作为交易条件给老美进行提供？我要是说亨特先生所说的这3点并不在我的考虑跟计划当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想叶松先生这次过来只是为了蹭上一顿晚餐罢了。亨特先生不打算听听我的想法吗？哦，行，那我就听听叶松先生准备开出怎样的条件。是这样的，亨特先生，我自然知道行贿或者提供股权分配是不现实的，毕竟你父亲一定不会接也不敢接。至于将乐兹的详细研制配方作为交易条件，这更加不现实，因为这毫无疑问是自掘坟墓的做法，会让我苦心打造出来的乐兹成为你们老美或者说是亨特先生你的嫁衣。所以我的想法是威胁，是的，威胁。我没听错吧？所以你这次过来，目的就是威胁老美官方，威胁我父亲，甚至是威胁我。来说说，让我听听你是准备怎么威胁的。我给亨特先生发了一封邮件，看完再说。OK， 我就如你所愿。即便截止这一刻为止，
亨特依旧没拿叶松当一回事，直接上手将邮件点了开来。初始时亨特还没怎么着，只是随着对邮件内容的往下滑动，这位纨绔二代的脸色变了，双手开始微微抖颤。你是怎么弄到这些的？这个重要吗？还有，亨特先生，你确定你还要以这种姿态来跟我进行对话吗？你究竟想干什么？和你说话真别扭。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威胁，我的方法是威胁。这些东西能威胁到你的父亲约瑟夫这位老美之主吗？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人有这些材料，对吗？不一定，这要看你跟你父亲的表现喽。哦，对了，如果这份材料交到唐纳德手上，会是怎样的结果？他会不会倾尽全力去支持我？唐纳德那就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如果你将这些材料交给他，他肯定会答应你一切条件。但是答应是一回事，去不去做是另外一回事。那要是说我手上也掌握着能让他不得翻身的材料呢？他还敢不去履行承诺吗？闻言，亨特再是大为惊震。你手里也有唐纳德的材料？这不关你的事。如果你愿意拿唐纳德的材料，且慢，我想你需要知道一点，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谈条件，明白吗？你们想掌握那些能让唐纳德再也无法翻身的材料，可以，但你们得掏出价值同等的交易筹码来，懂吗？我懂。好了，今天到此结束，把这份邮件交给你的父亲，让他成为下一个鲍里斯。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让你父亲跟我共进一顿午餐，再通过媒体报道传出去，让我借一借你父亲的事，而后让你父亲那边代表老美官方为勒兹说上几句公道话，做出一些正义的态度表达，这并不过分吧？确实，叶先生的要求不过分，我会跟我的父亲好好商量商量的，咱们尽最大能力去满足叶先生的要求。你听不懂我说的意思吗？我需要的不是你们尽最大能力，而是必须要满足我所说的那些。所以，如果明天中午我无法出现在约瑟夫元首安排的餐桌上，那我想转头我或许会出现在唐纳德的晚宴上。但是我父亲明天中午已经有了一场会晤安排，那就推掉既定的会晤安排，来跟我进行见面，这不更加能够彰显出约瑟夫元首对我的重视吗？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在跟亨特先生商量，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叶哥，你跟亨特这是谈崩了？没，挺愉快的。亨特先生还是挺给面子的，不出意外，我明天应该就会有幸成为约瑟夫先生的座上宾了。叶哥，你确定你不是在逗我？从你进去到现在也不足30分钟了。谁叫他一进门就对我冷眼相对呢？随后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叶松如愿地跟老美之主共进了午餐，各自表明了态度。勒兹的海外风波也至此告一段落。叶哥，此时此刻我都还有点做梦的感觉，是不是挺不可思议的？你说呢？只要是事，那就有解决的空间，就看有没有用对方法而已。不说这个了，我打算今晚就回山青，那个就不多圈送你回英伦了。叶哥，你今晚就回去？不回去留在这干嘛？这人生地不熟的，而且现在这个敏感时期，我要是敢在外面冒头，指不定都有极端分子一下崩了我。还有，明天就是元旦了，我答应过你嫂子，回去以后陪她逛逛商场。他说的可是完完全全的心里话，不掺任何开玩笑的意思在里头。这一次，哈利凯恩倒是没再被逗笑了，因为叶松说的属实在理啊。也是，那回头我再自行返回英伦行了。叶董，一共是161万多点，零头给您抹去160万就行。不用，该多少就多少，都不容易。这件也挺好看，一起打包吧。刚才没看到。刚才他说的那件我要了。你好，先生，这件衣服。我说的话你听不见吗？